陛下，万万不可呀！吾氏乃先帝嫔妃，乃陛下庶母啊！这天下哪有儿子娶母亲的道理呀？陛下，切不可做违背天理、颠覆祖训、世人笑骂、遗臭万年之事啊！褚遂良，你如此忤逆朕，不想要你的脑袋了吗？陛下息怒。你们还知道让朕息怒？口口声声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可是你们看看自己，如今说的话，像是一个臣子说的话，像是一个臣子做的事吗？不能阻止陛下行不义之事，老臣甘愿陛下赐死。好，褚遂良，既然你一心求死，朕便成全了你。来人，拉下去斩了！陛下，陛下要斩褚大人，就连老臣也一同斩了吧。臣与褚大人都是先帝托孤的老臣，褚大人一人前去见先帝，先帝会不高兴，臣愿陪同前往。你们这是要逼宫吗？臣不敢，臣只是不想让陛下错杀忠良，铸成大错，陷陛下于不义呀！好一个不想陷陛下于不义！参见陛下。大胆刁民！陛下跟重臣议事，你竟敢私自闯进来，惊扰圣驾，罪不可饶！陛下，我等君臣议事，岂可让这一介草民参与？来人，在，把这刁民带下去！等等，长孙润泽大人，此人乃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京城四杰之一，狄之训之子狄仁杰。此次他随同前来感业寺，不但殿前救驾，而且四位大人的案子，多亏了他才可以破获。那又怎么样？难道就为这事让他居功自傲，不把陛下和我等放在眼里吗？就难道如此放肆吗？哼！陛下，狄仁杰一时忘形，请陛下恕罪。你不必自责。狄仁杰帮朕在感业寺破获重案有功，朕特许他可以自由出入，甚至随朕左右。陛下，我等在此议事，一定要这小辈在此聆听吗？大胆，狄仁杰，你擅自闯入，尚未治罪，还狂笑当场，想给狄之训的脸上抹黑，也罢，看在你父亲的薄面上，暂且饶过，还不赶快下去？哎呀，原来我父亲面子还挺大。长孙大人，我替家父在此谢过。那长孙大人，刚才陛下准许草民聆听在侧，你为何还要赶我出去？莫非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哼！你为何要置陛下颜面和意愿不顾，而咄咄逼人呢？你何出此言？你们看看，陛下20出头，但几位大人都已经是不惑以上了，有些还是知命和花甲之旅。表面上呢，是君臣之分，但我看来，就像大人欺负小孩儿。你无稽之谈，乳臭未干。国家大事，你懂什么？是国家大事，我是不懂，但承家父教诲，自幼知道尊老爱幼、忠君报国之理。我想，各位大臣也知道这个道理吧？这是自然。可是刚才你们以死相挟，让陛下陷入两难之中，这是忠君之举吗？陪我去见皇上。不行，你这个伤口一颤动，就会裂开出血，你不能去。为了皇上，我死都不怕。我不能让他独自面对重臣的指责。我要陪他承担这一切。走。你可知陛下要娶的是何人吗？是先帝的嫔妃武才人，是当今陛下的庶母。这天底下
哪有儿子娶母亲的道理？你笑什么？笑什么？笑，我笑你们这帮人迂腐之极。哎呦，哎，不要动怒啊！哎，让我这布衣小子慢慢道来。对，你们说的对，天底下哪有儿子娶母亲的？对，确实没有。但我想问，何为母亲呢？生我者，养我者，生养之人，即为父，为母。大人高见，你也这样认为？生你养你的人才算爹娘。但是武士既没有生陛下，也没有养陛下，何为母亲呢？她是先帝的妃子，按辈分讲，她就是陛下的庶母。这自然。可是先帝何时当武士是妻室？这太祖皇帝跟武士之父交情至深，两位大人应该知道吧？武士进宫12载，先帝虽册封为才人，但是从来都是当他是至亲的孩子，从未逾越雷池。同时进宫的嫔妃都已经晋升和孕育子嗣，每天伴在先帝身旁。可武士呢？每天一人习文弄墨，琴棋书画，洁身一人呢。这只是你凭空设想而已。是凭空设想，还是有人从中作梗？大家心里有数吧。陛下，先帝驾崩之前，把武士赐予你，但好像没有人遵从先帝的遗训，是吧？是。先帝临终前确实说过要将媚娘赐予朕，只是朕当时悲伤于先帝的离去，未曾多想此事。没有想到，在这之后，此事便无人再提。朕再提及媚娘，就变成祸乱后宫，违背纲常之事。那先帝离开之前托付的顾命大臣是长孙大人跟楚大人吧？是。好。那我一个一个的说，先说长孙大人。老夫有何可说？长孙大人，你是先帝未予的顾命大臣，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是陛下的亲舅舅，但是你置先帝的遗训于不顾，让陛下陷于两难，这样说得通吗？我那是为了陛下的声威。陛下的声威？我看你是独断专行，独揽朝纲，欺陛下无力反击是吧？你休要胡言乱语，离间老夫和陛下的亲情。长孙大人不提亲情还好，一提亲情我还有一说。长孙大人是当今太傅，是陛下的亲舅舅，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不顾陛下的感受，让陛下饱受了3年煎熬，这样是亲舅舅所为吗？是先帝托付的用意吗？哎呀，不知道长孙皇后在天之灵看见自己的儿子被自己的哥哥算计是什么心情啊？那刚才长孙大人所说的亲情又是如何体现的？这大胆狄仁杰，信口雌黄，颠倒是非，本末倒置，胆敢如此贬损长孙大人，你这市井之徒，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生死有命，富贵由天，我从不介意。但是刚才大人说我是市井之徒，我想问，那你自认为为人如何？老夫自先帝以来，处处奉行忠君之路，刚正不阿，两袖清风，无私无惧之为，上对得起礼堂先祖，下对得起黎民百姓，不图富贵荣华，只求他日作古之后不留骂名，仅此而已。好，狄仁杰佩服，狄仁杰佩服。楚大人可谓是朝中栋梁，国之根本，可以名留青史。可是陛下，我听过先帝有推杯悔婚一事，不知道是真是假呢？当年，先帝由于怀疑魏征交于史官的书简中有对他不敬之词，而写进史书，情急之下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然后又毁掉了魏征墓碑。后来，
先帝攻打高句丽，功亏一篑而返，这时才想起魏征临终之时的忠言，故而将墓碑复制。这个就是推碑悔婚之事。唉，千古明君险些弄成大错，心惊动魄呀！狄仁杰，陈年往事提他何用？回大人，陈年往事确实跟今天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其中细节确实令人困惑。先帝日理万机，大唐百废待兴，先帝哪有时间日日看《史记》？那先帝是如何得知魏宰相的书简落到史官手里的？又如何得知其意呢？那只有一个人，就是当时史官暗中告密、夸大其词、断章取义，让先帝动怒，做出推碑悔婚的事。幸好先帝及时醒悟，才没有给后人留下画饼。诸位大人，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史官是谁吧？楚大人，当年老夫也只是向先帝禀明书简内容，并没有涉及其他。楚大人，先帝从简如流的美德，世人传颂。而善于进谏的魏宰相也是人人称颂。本来这是大唐的幸事，百姓的福德，可是你却包藏祸心，暗下毒手，对一个为大唐和百姓有贡献的已故之人做出此举，险些有辱先帝英名，还让魏宰相九泉之下蒙冤。我这市井之徒，真的不敢苟同您的为人呢。狄仁杰，你屡屡犯上，究竟是何居心？狄仁杰一介布衣，居心也罢，不居也罢，无关紧要。关键是，几位大人，你们都是大唐德高望重的国本和脊梁，绝对不能以己之私夺他人之心。陛下跟武士是情深义重，不顾世俗言论，不惜放弃大唐江山，绝非旁人眼中所见的帝王与后宫妃子的普通故事，而是世间平凡而又罕见的旷世之恋。敢问几位大人，你们也曾年少轻狂过，也曾有过自己心爱的？你们在听什么？嘘。陛下生性仁厚，不贪慕权贵，无意储君之位。先帝正是看重陛下这一点，所以把皇位传给了陛下。可是你们竟然不顾陛下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为了一些伦理辈分，拆散陛下跟武士，把武士赶到感业寺，让陛下饱受相思之苦。这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何分别？时至今日，你们还是一一阻拦的话，你们就不怕陛下撒手大唐江山，挟武士远走他乡吗？到时候你们所谓的忠君之心，就变成逼天子出走的齐天大丑。我相信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骂你们，甚至也会怀疑你们有逆谋之心。信口雌黄。狄仁杰说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几位大人不要再一意孤行，为难陛下了。自古有道，有情人终成眷属，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几位大人不如成人之美，留得佳话吧。臣启陛下，狄仁杰虽年少，且话语轻狂，但细细品来，却句句在理。老夫听了，内心激昂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先帝托付陛下，陛下当年又许诺武士，就该话付前言。臣愿与陛下皆武士一起回京，伴在陛下左右，为陛下分忧解难。难得王大人如此关心朕，朕心甚慰。你们几个还有什么意见吗？好，既然都不说话，朕便带媚娘回京。臣启陛下，武士可以同陛下一同回京，不过臣请求陛下，暂不要予以武士封号为妥。这又是为何呀？武士与陛下情深义重，就不会在意封册之类的事情，否则他对陛下的情谊就值得臣怀疑。长孙大人，
刚才你句句伦理道德、纲常之类的话，但是平常百姓都知道名分的重要性，何况是陛下呢？这次武士回京，本来非议就多，如果没有名分的话，岂不贻笑大方啊？更会遭到其他嫔妃娘娘的嘲笑和欺凌。这么点苦都受不了，怎么能做陛下的女人呢？长孙无忌，难道你就要媚娘如此没有名分的跟朕过一辈子吗？臣不敢。他日武氏若生下子嗣，再册封也为时不晚呐。你，朕绝不可以如此辜负媚娘。陛下没有辜负媚娘。媚娘，媚娘，你怎么来了？你的伤势未愈，怎能擅自下床呢？陛下，不要再为媚娘名分的事烦恼。只要能跟陛下在一起，媚娘什么都不在乎。你们都看到了，这个女人为了朕连死都不怕，朕怎能弃她于不顾？媚娘，你待朕情深意重，生死相许。朕今日便当着众人的面对你承诺，朕此生定不负你。若再有人阻拦，逼着朕开杀戒，朕定诛之。陛下英明。媚娘，你怎么了？启禀陛下，明空失态，伤口还未痊愈，所以情绪不能太过激动，否则伤口还会再度裂开出血。千万不可再煽动了。你为什么要出手？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不出手吗？两个人情深意重，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呢？你是指陛下跟武媚娘，还是你跟李婉清？你猜？说吧，我怎么帮你？你同意了？看到你为了成全皇上跟武媚娘的爱情，舌战群臣，不惧众官，我还有什么不能妥协的吗？
们早就看透了。莫瑶，把他头盔拿下来。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什么时候了，还在闹？婉清姐姐，真的是你啊！皇上和明空师太已经被我们转移到了安全地方，你找不到的。你，要不是梦瑶今天提醒我，我也想不到，你就是慧元师太的帮凶。婉清，你伪装得太好了。其实我应该早就想到，是你一直在误导我们。张晋鹏死的时候如此，在后山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一直在误导我们，让我们以为杀死张晋鹏的是一个武功高强、身材魁梧的汉子，成功的转移了我们对师太的怀疑。其实，师太没偷袭你，是你自己摔倒，装晕过去，对吧？老婆婆！啊！为了让师太有机会偷袭我，你故意晕倒。其实，你一直清醒着。是你自己要相信的，与我何干？那我在你床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小虎，你在床边跟他说什么了？没有，没说什么。你们最后的目标，应该是皇上吧？因为先皇毕竟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查过妙智，贞观2年4月，你被抛弃到感业寺外，是眼宽师太将你捡回寺中收养。那时候你才3个月大，正好跟慧元师太口中提到的薛良缘的孩子年龄吻合。其实慧元师太应该就是薛良缘，你就是他的孩子吧？不要再说了。慧元师太怕事后把你卷入是非，所以不顾一切。住口！不要再说了。没错，我的母亲就是慧元师太。她是个极其聪慧的女人。她得知太子姬妾必须出家的消息之后，立刻感到李世民不怀好意，于是找到妹妹跟她商议。为了保全太子一脉，她决定跟妹妹互换身份，让妹妹代替姐姐到感业寺出家。于是母亲在宫中偷偷生下了我。从此以后，就没有了妹妹的消息。为了要寻找妹妹，她带着襁褓中的我，偷偷离开宫中，来到感业寺。之后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这么说来，这4个人当中，的确有一个人是你母亲的妹妹，可是那个人不是薛良缘。在我9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从那以后，我开始勤习武功，不论严寒还是酷暑，从未间断过。我还习读医书典故，辅助我练功。
为庙里的尼姑，还有山下的百姓治病。我蛰伏于感业寺20年，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刻。婉清，让开！如果你想让他活命，就带我去见皇上。婉清，慧元师太不想看见你这样子。慧元师太，她一直暗中庇护你，一直不想将你的身份暴露，就是不想你被坏人利用。你让开！慧元师太临终前把你托付于我，你若有什么三长两短，就让我有负于他的重托。那不如你先杀了我吧。我为什么要杀你？今天你要杀皇上，你就得先杀了我。你别逼我。小虎，小虎，小虎，你怎么了？小虎，喂，你别吓我！小虎，小虎，转过了没有？起来！啊，早知道他拍我这边胸口，我就不垫这边了。哎，皇上交给你们了。哎，小虎，小虎，二宝啊，皇上怎么样？皇上没事儿，迷得死死的，最少也要睡3炷香的时间。那皇上就交给你们了。怎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婉清，婉清，李婉清，婉清。母亲，都怪女儿不孝，不能帮你手刃仇人。今日一早，李世民的儿子即将离开感业寺，已无别的办法，女儿只能拼死一搏，刺杀皇上于殿前。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婉清姑娘，请你收手，跟我回去吧。我的事不要你管，你走吧。你也知道，要杀皇上，就等于自寻死路，何必呢？这有何关系呢？我已一无所有，只不过拼死一搏。婉清，
答应我回去，我就放手。你放手，我就跟你回去。你为什么不躲？你已经答应我回去了，其他不重要。我回不回去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死活没有人在乎。我在乎。你不要骗我，你有什么？我说我在乎。我不相信你不会在乎我的。你听我说，我说我在乎。我就在乎那个易怒、性急、又会骗人，又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傻丫头。我在乎那个什么都不懂，又要逞强，外表坚强，但内心软弱的傻丫头。她看起来好像没有优点，但我发现我已经管不住我自己的心了。我对那个傻丫头一见钟情。记住一点，婉清，我心中有你，所以我不可以不在乎你。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会永远在乎。你千万不能轻易说死这个字，知道吗？魏公公站那儿几个时辰了？啊2个、3……哎呀，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动静啊？有动静，好像又没有动静。我给你的迷香，你用了多少？我怕皇上半路上醒，没用多少，这么一把。这么一把迷死大象都够了。明空师太身上还有伤，我告诉你，如果皇上醒不过来，你就等着见阎了吧你！不会吧？这主意可是我们家少爷出的。你们家少爷出的主意怎么了？那就行了，笨蛋！好像有动静了。媚娘，你平时不都是有早课，习惯早起的吗？怎么，今天在寺里最后一日，反倒睡了个懒觉？陛下，你又取笑媚娘了。朕哪敢？奇怪，朕怎么觉得头昏昏沉沉呢？启禀陛下，陛下大喜！今儿一早，王大人派来接应的人马已在庙门外等候，随时恭迎圣驾。知道了。媚娘，今日朕就要带你回京了。还有一件事儿，今儿一大早，狄仁杰狄大人就来求见娘娘。狄仁杰要见我，他说有件事想拜托娘娘，还有一封信要奴婢转交。知道了，下去吧。诺。儿时，昨晚休息的可好？
有劳尚书大人费心，老夫睡眠一向很好。好，那就好。王大人，老夫忘了向你道喜啊。哦，你这次赶夜寺之行可没有白来，护主有功不说，还平白少了几个竞争对手，而且还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老夫实在是佩服啊！哪里？王大人，有句话，老夫想提醒你。野兽毕竟是野兽，现在虽说幼小可爱，它毕竟是要长大的。引狼入室的事儿，你今天可是做下了。待小兽长齐牙齿，反咬一口，到那时莫怪老夫没有提醒你啊。多谢恩师提点。没看见这小兽阵前救驾吗？学生自有驯兽的办法，恩师不必多虑。阿弥陀佛。参见陛下。狄仁杰，你来的正好。这次在感业寺，多亏你跟元芳鼎力相助，才得以破案。朕对你们二人十分赏识。不如这样，让王爱卿在刑部给你们二人谋个职位，将来你们便留在京中办事，如何呀？这自然最好不过。狄县知，还不赶快叩谢皇恩？谢陛下皇恩。但是怀英生性好动，贪玩骑射，若陛下让我在衙门坐班1、2天尚可，1、2个月就要了我的命了。到时候坏了大事，恐怕有3头6臂也赔不起啊！哼，真有这么严重吗？啊，千真万确。怀英资历尚浅，不堪大任，望陛下恕罪。既然如此，也罢。你不是志在云游四方吗？朕便派你去各处体察风土民情，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历练。谢陛下恩典。这块金书铁券，朕赐予你，将来见此铁券，犹如见朕，你可要好生保管，可不能丢了啊！谢陛下。元芳，朕封你为正6品主事。主要负责掌管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以及各州县刑徒以上案件，你可要好好做，不要让朕失望。谢陛下。狄仁杰后生可畏啊！如果将来走上仕途，可担国之重担呐。还是担心一下回去后怎么对付武士吧。陛下。大家都各自封赏了，媚娘有事相求，不知陛下许是不许？许，朕当然许。此次你救驾有功，朕本就该好好赏你。媚娘倒也不稀罕什么封赏。我在感业寺的日子，多亏了婉清姑娘照顾，如今我要回宫了，想要请陛下开个口，赐婉清一个去处。婉清愿随娘娘回宫，侍奉娘娘左右。你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也够了，自当该有个好去处。这样吧，狄仁杰他们想要去游历，你陪他们去。这怎么可以？他3番几次救你，就是有缘。况且他们一行人多个女孩子照应，方便一些。娘娘，请娘娘带我回京。婉清，历代宫闱都是是非之地，不适合你居住。狄仁杰这小子日后必成大器，你跟了他不会吃亏的。相信我的眼光，我从来没有看错过人。陛下，不知您意下如何？这个还要问狄仁杰？朕顺听民意嘛。
娘娘太客气了，陛下，娘娘建议很好。既然如此，那你便随他们去吧。可是，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就按媚娘说的办了。魏公公，奴婢在。咱们准备起驾回京了。诺，陛下谕令，起驾回宫。恭送陛下。你又来了，走好远了。狄仁杰，没想到最后你竟然用这一招把婉清姑娘留下来。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算了，此案已了，你们欲往何处啊？随行而至。